根据皇家顾问的提议，德国皇室成员可以搭乘着象征德意志顶尖科技交通工具华丽入场，而德国最先进的兴登堡号飞艇正好就是最完美的选择。大家好啊，欢迎观看我们新一集的钢铁雄鹰4啊。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玩完了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共产主义的德国以及民主主义的德国，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一下君主主义的德国。一上来还是召集国防军，那么我们就等打赢内战之后再回来。考虑到我们是要恢复旧的德意志帝国，德国海军本来就应该忠诚于我们，现在反倒要我们讨好他们，他们才可能加入我们。既然他们没有立即加入我们，那么就让他们跟纳粹党一起下地狱去吧。到了1936年3月11日，内战再一次爆发，是时候再一次把纳粹赶出祖国了。到了1936年6月6日，内战正式结束，关于纳粹领导人的审判通通处以绞刑。关于准军事组织的未来，我选择一口气解散他们。联合王国向工会妥协，表面上为了争取更多民众对他们重整计划的支持，英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和工会谈判，提议做出更多让步以换取他们的支持。预计这将大大增加社会主义对英国政府的影响。令人担忧的进展。过去10年所发生的事件表明，民主制度过于软弱，无法阻止邪恶的内部因素。我们必须团结在德皇强有力的领导下，并且我们将通过宪法来恢复德意志帝国，为它的回归做准备。荷兰用担忧危害欧洲大陆稳定这样的借口，拒绝放行陛下反德复位。那也许我们还有其他人选，我们可以让威廉2世陛下的儿子威廉3世登基继位，老皇帝仍然可以辅佐他的儿子进行统治。那么现在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也正式变成了威廉3世皇帝陛下。德皇威廉3世的儿子此前由于在结婚事宜上违背了家族领袖威廉2世的意志，而被迫放弃了其继承权。但随着他的父亲威廉3世现在已然登基，他或许可以向父亲施压，以解除此项惩罚。现任德皇之子及威廉3世的儿子威廉4世膝下仅有2个女儿，为了确保继承的秩序，我们必须实现继承法与时俱进，以便有朝一日公主殿下能够继承大统，这样的话女性也就可以继承皇位了。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敌人，但最近随着事态发展，我们或许能够和他们达成共同防御协定。
如果有人攻击我们任何一方，等于在攻击我们双方，这将是正常化我国和英国关系的重要一步。联合王国欢迎互助合作，英国接受了我们的提议，声称两国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保护我们两国免受外来势力的侵害。太好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英国议会在1917年表决废除了德国皇室在英国的爵位和头衔。然而时局更迭，两国现在已经是亲密无间的盟友，也许是时候向英方申请废除此项决定了。英国同意恢复德国皇室在英国的头衔和爵位，同时他们还提议举办一场宏伟的世纪皇家典礼，邀请所有德国皇室成员到场，以正式恢复20年前曾经被错误剥夺的头衔。根据皇家顾问的提议，德国皇室成员可以搭乘着象征德意志顶尖科技交通工具华丽入场，而德国最先进的兴登堡号飞艇正好就是最完美的选择。好主意，但还是委派一位皇室成员作为联络人。维多利亚公主殿下将会先行出发前往英国，筹备典礼事宜。至于其他人，则会一同乘坐飞艇前往英国。兴登堡号飞艇在位于伦敦试图降落的过程中惨遭焚毁，尽管事故的原因尚未查明，但可知的是，飞艇已被大火吞噬，旋即坠入地面，导致包括所有德国皇室成员在内的机上成员均不幸遇难。皇室中唯一的幸存者是之前被派往英国筹备工作的维多利亚公主殿下。如此一来，继其祖母德国皇后维多利亚以及她的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皇之后，第3位名为维多利亚的公主，如今成了皇位的唯一继承人。尽管她还没有摆脱失去至亲的痛苦，但她如今还是要登上皇位，正式加冕为德意志帝国女皇维多利亚一世。先皇已逝，女皇陛下万岁！那么国不可一日无君，幸好我们之前修改了继承法。如今虽然大部分皇室成员都已经遇难，但维多利亚公主殿下现在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皇帝。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937年6月，人民的女皇维多利亚之后又会带领她的臣民走向何方呢？我们就下一集再说。这一集先这样。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啊，再订个阅啊，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我最新的视频影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